大炼基建又开始了。2025年7月，一则新闻在中国社交平台刷屏，中国将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修建一座堪称人类史上最大的水电工程，总投资高达1.2万亿元，年发电量据说是三峡大坝的3倍，项目规划长达20年以上。这一切都听起来像是中国在再次复制世纪工程的奇迹，仿佛新时代的基建狂魔正在重现江湖。但现实是，在全球能源结构发生剧烈变革、经济信心低迷、地方财政透支、民众消费濒临崩溃的当下，这个超级工程就像是一场仓皇出手的末日赌博。有评论指出，如今的决策者已无更好的选项。在消费、出口、投资这3大驱动力几乎全线熄火的当下，雅江工程的启动更像是孤注一掷。数据说明一切。国家统计局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 1.2%， 创下10年来最低增幅。60%的年轻人表示已主动降低消费层级，城市家庭普遍推迟换房，延后子女教育开支，削减医疗预算。连拼多多这样以省钱为标签的平台，在第一季度利润都暴跌 47%， 已经不是花不花钱的问题，而是根本不敢花。出口方面的不确定性也在剧烈上升。虽然2024年底中美达成了阶段性贸易协议，但地缘政治风向随时可能改变。美国国会已开始推动一项对与俄罗斯仍有能源往来的国家征收高达 500% 关税的提案，中国极有可能首当其冲。一旦新制裁出台，现有协议将形同废纸。2025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同比下滑 5.7%， 多个出口型省份工厂关闭，裁员潮频发，局势不容乐观。在投资端，老药已不灵。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全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仅 1.6%， 但地方债务增速却高达 7.9%， 投入和产出严重倒挂的情况愈发普遍。一位来自四川的县财政官员透露，当地多个2线城市间高速公路网络高度密集，却几乎没有车，而养护费用却高得惊人。高铁、地铁等项目早已饱和，继续建设只能加剧财政负担。曾经投1块钱产生1块5 GDP 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如今反而是每投入1元就亏掉5毛。基于这种背景，雅江水电项目被匆匆推出。官方称这是国家战略，还为此专门成立了副部级央企雅江集团负责建设，声称将依托央企资本金与政策性银行贷款，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然而，资金来源问题远没有解决。尽管央企和政策性银行的资金预计可覆盖约 50% 的成本，但余下6000亿元的资金来源至今没有明确说明。与三峡工程当年的清晰资金结构不同，这次只有模糊叙述和高调宣传。更关键的是，地方财政根本无力配套。西藏全区2024年财政收入仅约210亿元，且其中 90% 以上依赖中央转移支付，根本不具备提供1000亿级配套资金的能力。如果再通过全民电费附加征收建设资金，这种方式已被广泛认为走不通。在当前高房贷、就业难、消费降级的现实中，任何形式的变相征税都将激起民愤。2025年上半年，部分城市居民生活电价已小幅上调 5% 至 8%。即便如此，很多家庭已经感受到沉重压力，若强行叠加建设基金，将极大打击消费信心。至于吸引民营资本参与，也并不现实。尽管部分机构测算，该项目内部收益率在 5% 至 6% 之间，但由于建设周期长达20年，且缺乏明确兜底机制，极易形成资金沉淀风险。多数民企
对此缺乏信任基础。过往杭州湾大桥、雄安新区等大型工程中，民企退出案例屡见不鲜，说明这类项目收益不可控已成共识。与三峡工程相比，差距更加明显。三峡项目总投资为1800亿元，其中50%由全民电费附加形成的三峡建设基金提供，其余依赖政策贷款和股市募资。从财务角度看，这是一笔成功投资，运营21年，年均净利润超300亿元，累计约4500亿元，年化回报率高达7.2%。而这些回报建立在稳定现金流之上。不过，即便如此，三峡工程也曾引发极大争议与长期社会震荡。为修建水坝，130万人被强制移民，数百个村庄、城镇被淹没，移民安置困难重重，反复爆发上访事件。生态层面，大坝蓄水后导致泥沙淤积、水体污染，珍稀物种栖息地遭破坏，还带来了滑坡、崩岸等地质灾害隐患。2011年，国务院曾罕见承认三峡工程在移民、环境、地质方面存在急需解决的问题。与此相比，雅江工程的建设基础更薄弱，风险更高，缺乏三峡那样的全民基金保障，电价又无法大幅上涨，形成现金流，其财务结构处于极度脆弱状态。在一个民营企业普遍追求稳定现金流、避开高风险投资的市场环境中，这样一个投资期长达10年的工程，几乎注定难以得到有力支持。无论是央企、银行还是地方政府，面对这样一个庞大而收益不确定的项目，真正愿意掏钱的极为有限。再看全国基建总体趋势，截至2024年，全国广义基建投资已高达14.1万亿元，雅江工程每年投入的1200亿元，在其中只占0.8%。过去那种基建一投 GDP 大涨的神话早已破灭。当前的问题是，边际效益持续递减，大规模基建几乎无法产生乘数效应，反而挤压其他有效投资，形成刷分式拉动。有观察指出，当下很多地方搞基建的目的不在于真实拉动经济，而是在 GDP 排名和政绩竞争中博一点眼球。至于能不能产生效益，反而是次要。西藏经济体量本就有限，基础设施吸附能力低，西电东输若要真正实现，至少还需10年建设，前提还是项目能顺利完成，不被烂尾。类似模式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许多国家在面对经济困境时，选择大规模公共投资制造繁荣假象，最终都以债务危机或工程烂尾告终。今天的雅江工程，与其说是能源战略，不如说是情绪宣泄，是一次建立在高原上的集体焦虑投射。三峡工程尚且引发了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几十年的连锁反应，那么雅鲁藏布江工程的生态代价只能用灾难性来形容。雅鲁藏布江穿越的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地貌区域之一，海拔超过3000米，地质结构极不稳定，水文特征复杂，植被脆弱，一旦动工，极可能引发泥石流、滑坡、地震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国地质大学的一份研究指出，在如此复杂地质构造中修建超级水电站属于高风险等级工程，一旦处理失当，可能导致流域性生态系统崩塌。中国环保部现生态环境部早在2022年就发布报告称，西藏区域生态恢复周期远长于内陆，一旦破坏极难修复。雅江工程如强行推进，所要承担的不只是环保问题，更是对后代生存空间的掠夺。最令人不安的是，雅江工程地处战略边境，正对印度。你没有听错，这座超级工程一旦建成，不仅承担发电任务，更可能被对手视为军事打击首选目标。
2023年，印度媒体就已经数次发表警告性评论，称中方大坝可能威胁下游水量安全，甚至声称必要时可采取防御性军事行动。你能想象未来中印局势紧张时，这座工程会成为多么显眼的炸点？一位不愿具名的军事专家表示，如果把三峡比作心脏，那么雅江工程就是中国的主动脉结节，一旦断裂，东南沿海电网稳定性将受到巨大冲击。人类史上没有哪一个水电工程如此靠近军事敏感区。你把上万亿资产放在那里，是在做什么？是发电还是放火？中国宣传的另一个硬逻辑是，雅江工程可以为中国的新能源未来提供充沛、清洁的绿电，供 AI 大数据中心、智能汽车等电老虎使用。听起来言之凿凿，但专家指出，这种论调严重忽视了能源结构正在革命性变化。听起来逻辑自洽，但问题在于技术变革的速度往往会让一项巨型工程在落地之前就被淘汰。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全球光伏和储能系统的单位成本下降了超过 40%。日本、德国、韩国等多个国家已开始推行氢能重构能源结构，并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 70% 以上电力去中心化。一种趋势正在成型，能源不再依赖某一个巨大枢纽，而是分散、灵活、高效地铺展在各地。在这种背景下，一个重资产、长周期、地处高原边境、耗时15年以上的大型水电站，极可能在建成之日就沦为过时基建。电量确实庞大，可调度成本高昂，技术确实先进，却不在前沿。就算电真的发出来了，还得翻山越岭，穿越整个中国，输送到用电中心。根据国家电网数据，超高压输电每1000公里损耗在 8% 到 12% 之间，而从西藏到长三角，直线距离超过3000公里，能量损耗将超过 15%。这还不包括山地环境下线路建设与维护的巨大成本。整个过程像极了一场反技术的能源运动，在时代奔向分布式与智能化的时候，却有人执意倒退，制造一个巨大的集中枢纽，只为了宣示存在。而这种项目为什么屡屡能上马？看起来不是技术推动，而是另一种更深层次的动力在驱动。过去几十年，几乎每一场超级基建背后都隐藏着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的倾向。从南水北调到西部大开发，从雄安新区到海南自贸港，几乎无一例外。一旦经济疲软，地方财政紧张，民间信心低迷，大工程就会再次被推上舞台，用来刷新政绩，带动钢筋水泥经济的表面繁荣。雄安的案例仍历历在目。2017年被称为千年大计的超级新区，7年过去，仍然停留在试点推进阶段。2024年11月的巡视报告首次披露，雄安新区的资金使用效率低，社会反响冷淡，整个项目陷入造成陷阱。但到了雅江工程宣传口径里，千年大计又被重复使用，仿佛换了个地名，剧本照搬。为什么要搞？因为看起来很强大。为什么一定要做？因为做了能刷政绩。当经济失速、信心低迷、地方怨气高涨时，最容易操作的是什么？基建。反正看起来热热闹闹，不管能不能挣钱，只要官员能升迁，央媒能做报道，这个项目就有了存在意义。